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5号星期六，看今天是大家赏花的日子哦。看，但是今天白天我有事情来不了。看4月5日阿萨来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我们一会儿还是有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跟着大家跑。今天不会那么累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种强度课之后，训练的经验心得吧。主要的话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，还有在训练中尽可能的避免意外的伤病，好吧？去个卫生间准备集合。现在是清晨5点40。今天的计划是15公里，大家都有点累。他们前天好像是跑去了生居，就是我之前一直琢磨的那个路线，就是连跑带最后的爬山。最近这天气应该去生居登山，应该是挺美的。打算这几天看看安排去一次，而且生居那儿应该是可以飞无人机的。今天就15公里匀速跑，然后把腿的肌肉的状态调整一下。今天就跑15公里，最后几百米稍微加一点点，不能冲刺。今天就要感受肌肉的状态，就是会不会有那种在用力边缘的感觉，有点像那种抽筋边的感觉，不能到这个感觉。如果到这个感觉，受伤的风险就增大。就留出10%，你的出问题的风险就降低90%。有的时候我总说，我刚开始跑步那几年，我差不多从第4年、第5年开始能够感受身体了，就突然感觉就敏锐了。在之前有时候，现在想想，当时说受伤是不经意间的。但是其实应该是自己没有感受到。ありがとう。你看一看，一到周末，这烘焙店排队。结束，最后1公里4分08。哎，算了。哎，到。而且今天还出了个意外，心率带没电了，不知道。现在是手表给的心率，所以我就跑的时候总一飘一飘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的时候一看，177，但我感觉可能也就157，然后动一下它就正常。就是其实也不是表的本身的问题，就我这个身体，每个人这儿的血管分布首先不一样，第二是太瘦以后，大多数时候表就不准了。你看我不管是佳明、高驰还是 Apple Watch 全都不行， Apple Watch 最差， Apple Watch 基本上我就完全不可用，不管是普通的，我从 S7 开始戴到 Ultra 第1代的 Ultra 全都不行，必须得一代心率带。那时候在佳明的时候还带胸带呢。后来有一段时间就那个 Apex 2 Pro 还是北京的深冬，那个表现还不错。然后其他的在我看来好像都就是在屋里肯定没问题，就天稍微冷一点，我的判断啊就是12、13度以下，就我现在这个瘦弱程度就不行了，就会飘。这还不错了。那个 Apple Watch Ultra 基本上就怎么着都是完全不可用的状态，那个心率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配一个心率带。但是呢，因为就高驰这心率带太省电了，导致我去无锡之前充的，然后就一直忘了充了。而且它好像不像这个2代的 Pod，
高驰的2代的 POD 在快没电的时候手表会提醒，然后心率带这好像不提醒。我记得无锡马拉松跑到36公里的时候，突然手表响了，我说这也不对呀，我说不在公里点上，而且那响好像怪怪的，我说想手表还有电，我抬头一看，说这个 POD 还剩10%的电，我现在这 POD 还剩36%，还可以吧？这也是无锡之前充的，就是去无锡的行程之前充的，然后到现在已经多少天了？行，给大家看看今天的数据。15公里平均配速4分20，好准啊！我们起跑前说的就是4分20，最快1公里4分07，就是最后。最大心率就不准了，最大心率179，但是其实平均心率差不多154，就是它飘来飘去的平均心率不会差太多。是在你们看特别逗，是在这儿没电的，看到了吗？是在这儿没电的，看见了吗？可以。平均步幅1.14米，垂直振幅比5.9，垂直振幅6.8，触地时间179。现在手表给我说的是1.2天后完全恢复，就昨天那个跑完，他跟我说的是36个小时之后完全恢复。你看今天再练完，就我觉得高驰这个恢复是靠谱的。第1公里就4分20，到最后看看啊，最后从13公里就开始变快了。17，从13公里是4分17，然后14公里4分15，15公里4分08。行，那咱们慢跑回家，然后聊聊天啊。就心率这个事儿，就是你看我现在那个 Apple Watch Ultra 1代家属才戴，他不是最近开始晨跑了吗？他就没事儿，就测他的心率就很准。所以这个我第一次发现不准，是那时候刚买了佳明的945，原来我也戴心率带，后来有那手表在新加坡热，一开始不戴。新加坡其实不冷的，早上起来也20多度，我发现这怎么不行啊？后来我才发现我戴什么表都不太行。但是呢，特奇怪的是，我在室内做室内运动就没问题，在室外呢，特热的大夏天也好一些，稍微一凉就不行。所以今天心率数据大家就凑合看。有时候说感受自己身体，就是你其实跑多了以后，你每一步落地，它那个感觉都能传达到脑子里，它是被动的，并且你的感觉会更敏锐。这是我的经验。那怎么能做到这些呢？老说追随体感，追随体感，就像刚才我一看，心率好像不太对，但是我相信我的体感。但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。就初跑者，大部分小伙伴会说，或者听说追随体感这个词儿的时候，会觉得说，那就看自己累不累呗。其实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儿，但是还有一层就是自己呼吸的感觉。还有自己肌肉的感觉，比方说刚才我们跑那个15公里，上3次大本城的一个稍微有点陡的小坡，上那个坡到2/3的时候，我就会感觉，大腿后边的肌肉会有点不舒适，就有点那个马拉松35公里之后那感觉。那我就马上就调整，第2步我就调整。然后小伙伴问怎么调整，这个东西就是说。怎么说呢？可能说废话了，就是还是我总说的那个观点：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就这感觉，首先不是每个人都适用，就每个人对付自己的方法都不一样。还有就是，可能你就需要这2、3步轻一点，或者改变一点点发力的方式，就主动去代偿，然后它就又能缓过来。还有就是，比方说。您的肌肉还不够强大的时候，你怎么调整可能都缓不过来了。小时候你们看足球运动员在场上突然跑了，就是完成一个冲刺倒地抽筋了，把边上的人队医什么的过来给拉一拉，拉完喷点药还能接着跑，对吧？那时候我对抽筋就这么理解的。那后来跑了马拉松以后，我发现，哎呦喂，为什么我抽了筋以后拉开了就跑不了了？一跑还抽筋，人家是怎么弄的？就是肌肉耐力的基础也不一样，抽筋这个事儿不可避免，但是有的人就能马上缓过来，
有人就缓不过来，对吧？所以分享这个呢，一方面是分享经验，就让告诉大家，就至少跑到我现在这个程度是个什么感觉。您如果跑到我这程度，也会是这个感觉。同时呢，也是想跟大家分享，刚开始跑步的几年，遇到疼痛，遇到不能缓解的抽筋儿，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如果你上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那反而不正常。要么说明您练得太轻，要么说明就是您有什么隐藏的功底。如果您有隐藏的功底，那就应该再练重一点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也是，就是训练就是要突破自己的极限，或者在自己极限的边缘试探，这样就突破了。虽然不能说每天都试探极限，这样的话就受伤了。就像我今天跟大家传达的这个概念，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小高峰，在这个小高峰呢，就像今天是我的小高峰还在高点，因为昨天那个训练完了以后，今天跑这个训练其实是挺强的。你看现在心率估计又不对了，现在不可能有163，现在我感觉可能也就140到145之间。那在这个高点的时候，就像我们总说，这人不能得意忘形，或者说要见好就收，什么事儿都是，训练也是。你把自己的状态推到一个高峰，这两天训练效果好，对身体有刺激、有效果，那要做的是，第一，把这个高峰的时间维持的恰到好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昨天我经历了一个强度的训练，我觉得状态挺好。今天又正好赶上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我就决定跟一跟，这样把自己的高峰训练延长1天。那我的判断是，明天就不能再跟了，明天就要轻松跑，那高峰就过去。如果明天还做，那就叫冒进了，那受伤的风险就会大增，有可能就受伤了。你一旦受伤，你这高峰，你推到多高都没用，你这几天的训练就浪费了。虽然说不致命，但是会让你比较沮丧。像我们训练，我总说，有时候说只争朝夕，其实也是这样。你差不多，你说这1个月，你能有2次这种高峰吗？不一定，可能3个月能有2次就很不错了，就是大高峰啊，小的还是会时不时有。然后呢，你怎么迎接明天开始的调整？你就是在调整期要更小心。有的时候，你想我昨天强度、前天强度都没事儿，我今天轻松跑了，肯定也更没事儿了呗。但是有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有时候受伤就是在不经意间。所以明天和后天的训练呢，就要格外的再小心，就找那种就是每一步落地都很结实、都很稳的感觉。我能又说废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所以总结下来，就是我们的训练就是一个强度周期接着一个强度周期。如果您成绩已经在3小时以内，或者在2小时50以内，就要慢慢去调整自己的训练，让自己的训练有这种先从小的短的周期开始。我现在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开始，我不谋求那个4个月一个周期那种我做不到。我相信大多数正常上班、照顾家庭各种事情的人，可能都不容易做到。小周期就是比较随性，比方说我差不多1个月2次这种强度，然后好好恢复，好好找身体的感觉，它就是有效和有帮助的。大家不妨可以试试我的建议。4月5号星期六清晨训练结束了，3公里热身到大阪城，一起跑了15公里之后，不到3公里冷身回来，绕了个近路。今天训练就结束。今天训练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没有受伤，没有出意外，状态还可以。比较意外的就是心率带没电了。我给自己的定位，我老跟大家开玩笑，或者跟朋友开玩笑，我是那种心率测不准的体质。
这真的没办法。我看跑团的小伙伴们都不带心率带，不管是高驰还是佳明还是我不认识的品牌，都不带心率带，大和弦先生也不带，都几乎都没有问题。你说能完全不飘吗？我觉得肯定有，但是像我这种就不常见。所以大家自己琢磨自己吧。马拉松就是教会我们怎么自己琢磨自己，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中，还是在像我刚才说这种小的巅峰的训练中。训练之后你就得琢磨自己，你说我今天想吃点什么，能让自己愉悦一些，能让自己恢复的好一些。我们普通人的恢复更多的可能就是精神上的恢复比较重要吧。行，那这么着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半，咱们直播间再见。